大家好，我是强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下面播报一则强军刚刚下达的重要指示。目前我们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煤铁供非常缺乏，将军正在为没有足够的肥料完成明年的农业生产目标而睡不着觉。半夜睡不着，因为发愁而日渐消瘦的强军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商讨对策。所以为了支援国家的农业建设，强军作出指示，明年的分配上缴标准提高到成人每年500公斤，未成年学生提高到每年200公斤。思密达。特别是现在快到学期末了，家里有小孩要上学的家长们要注意，请提前做好准备。明年一开学，学生们就要上缴一部分肥料任务。平时要多吃野菜，保持肠胃通畅。现在没事要多去野外捡捡别人剩下的肥料。同时要教育好小朋友，不要随便去别人家上厕所，以免废水流入外人田。思密达。当然，每年谈这个时候都免不了有一场抢粪大战。在这里提醒大家，不要为了凑齐分量去偷抢邻居家的米铁锅。另外，工厂里的肥料属于国家所有，拥有偷盗工厂肥料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大家要当文明守法的公民。思密达。同样要注意的是，大家千万不能参加城里头糊弄将军。如果被发现有这种欺骗将军的行为的话，不仅小孩子不能享受免费教育，严重的可能就要送你去劳改营包去包住了。还有，这段时间黑市偷卖米的棍头越来越多，大家千万不要参与这种非法买卖，不晓得的话也会遇到卖国家战略物资的罪名法办。思密达。最后，希望大家踊跃上缴肥料，为了伟大祖国的农业发展事业，为了让将军不再操劳睡个好觉，相信我们在强军的带领下，最终可以实现7保防的伟大目标。思密达。在金氏政权对外的宣传中，北韩号称全面实现了社会主义3大免费福利。在金家3代太阳的英明领导下，北韩民众无一不沐浴在将军赐予的免费住房、免费医疗与免费教育的恩情之中。在揭秘北韩系列之前的影片中，Zero 君已经为大家揭开了北韩免费住房与免费医疗的虚假面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一步观看。相比于同样是东亚文化圈的南边傀儡国与西边的中国，父母家长们为了让孩子能获得好的教育，都付出了大量的金钱与精力，从小参加各种补习班。特别是在中国，家长们为了把孩子送到好的学校，需要购买对应学区高价的房产。与此同时，封闭的北韩却声称自己实现了人人都免费且平等的教育，而光是免费这2个字就足以让很多人两眼放光。在他们的想象中，免费教育就是只要把孩子生下来扔给国家，无需付出任何精力与财力。那么有人会想知道，北韩所谓的免费教育到底如何？真的和大家臆想中的免费教育一样吗？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Zero 君将继续为你揭开北韩3大免费中免费教育的神秘面纱，一窥所谓的北韩免费教育背后残酷的真相。金日成在建立北韩最开始引进并实施苏联式的教育制度，最初以扫除文盲为重点。韩战结束后，北韩的教育制度确立为边工作边学习制度，重点致力于战后恢复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北韩实行小学4年义务教育和中学3年的义务教育。随后，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又设立了2年制技工学校和高等技工学校，并将2年制技工学校与原有的3年制中学合并，设立了5年制中学，实行9年制义务教育，一直到1967年。1972年，劳动党的5届4中全会决定分阶段实行10年义务教育和1年学前义务教育。此后，1975年9月，全面实行11年制综合义务教育，包括1年幼儿园、4年小学、6年高中。直到3将军上台后，北韩延续近40年的全民11年义务教育制度，被改为全民12年义务教育，
将小学教育年限从4年延长至5年。北韩的免费教育的确是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北韩的社会主义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和免费教育制度。例如1954年宪法第18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初等教育是普遍的义务制，国家保证贫苦公民的子女受免费教育，对专科学校和大学的大部分学生实行公费制度。宪法修补案进一步明确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教育的普遍性，确保学生在12年义务教育期间免除学费，并由国家提供课本、教材和教学用具等资源。但是，如果你就此认为只要你出生在北韩，就可以获得在宣传片中那种优质的教育，而且国家包揽一切，你1分钱都不花，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在北韩，你始终要牢记一点，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如果你出生在平壤，那么恭喜你，因为离太阳最近，所以你在任何方面的条件都比在平壤以外其他城市或者朝鲜农村里的人都要优越。当然，这也包括教育方面。平壤作为朝鲜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拥有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学校设施先进，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如电脑、实验室和多媒体教室。在平壤市中心的一些国家重点投资的学校，如金日成综合大学附属学校，提供免费的高水平教育和课外活动，如音乐、体育和科技培训。这里会为学生提供充足的免费教材、校服和教学用具，少年宫等机构还为学生提供免费住宿和交通支持。平壤的教师队伍培训更为系统，教师待遇相对较高，教学质量较优。由于这种平壤顶级学校的教师待遇比较好，所以隐性收费在这里很少出现，学校很少要求家长捐献物资或费用。但是平壤普通人一般都进不去平壤市中心的学校，而是会被分配到比较偏的近郊。而在平壤比较偏的郊区，那里的教育档次就远不如平壤市中心了。国家虽然提供免费课本和基本教学用具，但校服或部分学习材料可能需家长自行购买。而且学生除学业外，可能需参与更多学校组织的体力劳动，如清扫校园或种植作物等。进入小学开始，学生们每个人每年就被要求捐赠废铁、废玻璃等给学校。每个人每年必须饲养，并提供4只兔子，兔子皮会作为出口商品以赚取外汇。学校会向孩子们宣传，为了打败美国，我们需要从国外购买武器，而为此我们需要外汇，以此为借口来鼓励孩子们。除了养兔子，也进行养鸭、养鸡、种植油树的活动。为了完成这些硬性指标，学生和家长们甚至在周末和假期也忙得不可开交。如果学生在每月总结时未能达到本月目标，其米饭配给量将会减少。不仅如此，还会受到严厉批评。稍微有点劳动能力的学生每年春秋2季都要去农村，所有学生每年都被动员起来支援农村至少3个月。支援农村美其名曰为社会主义做贡献，其实是利用学生们做一些插秧、除草、灌溉、收割等重体力工作，这是学生必须要做的事。除军队或地区医院确认的病人外，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北韩在1959年的内阁决议第18号将义务劳动制度化，规定小学生劳动2至4周，国中生劳动6至8周。强制劳动期间，学校全部停课，只进行劳动。此外，当发布特别学生动员令时，学生放学后会被动员到工作地点工作4至5小时。再往下一级，如果你是在平壤以外的城市，如青津、咸兴、元山等城市，情况可能就更差。这些城市里的学校连教材都不能保证每个人都有，每年的新教材非常有限，大部分都是以前用过的旧教材重复利用。由于都是用了很多年的好几手教材，朝鲜的教科书用的纸质量又极差，用不了2届就会开花。小学生又喜欢在上面乱涂乱画，几乎就没法看。老师分发教材的时候，会给家里有权或者有钱的发干净一点的新教材，条件差一点的就是旧教材，总之是看人下菜碟。所以到最后几乎会有一大半的人
根本没有被发到教材，那么这些人就只能花钱去市场上买二手教材了。隐性收费现象在这里较平壤更为常见。学校的所有维护资金，包括维修课桌、校舍屋顶、围栏的费用，均以实物形式向学生收取，所以家长在开学前要准备好这些开支。当需要捐赠或物资来扩大学校设施或举办特别活动时，学校就会打电话给家长，向他们索取水泥、砖块、木材等。收到此类请求的家长，经常被迫从他们的工作场所，例如工厂、企业、商店和农场偷窃物资。在平壤以外的这些城市，教师的水平和数量都不足，有些学校一个教师要身兼好几个科目的教学，而且课程设置以基础教育为主，信息技术或外语教育资源有限，每个学校可能就配备了几台可以使用的电脑，课外活动种类较少。学生大部分时间除了要完成学业外，还要参加更多的体力劳动。老师除了要上课以外，还需要耕种口粮田，作为学生就得去帮忙干活。春夏除草，秋天就去地里捡收割后掉下来的稻子，冬天可能就是去老师家里给玉米脱粒。当然，有一些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也会给老师送点好处，让老师多关照一下自己家的孩子。而到了农村里，情况就更加恶劣了。教科书是基本不可能有的，只能自己去市场花钱购买。教室里只有几张破烂的桌子，一个学校也没几个老师，基本上一个老师就揽下了所有科目的教学。农村地区都以农业为主，而在北韩，由于工业落后，肥料的生产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农民基本上都是用农家肥，也就是大粪，来作为主要肥料。为了提高农产量，金正恩下令要求百姓每年1月提供粪便供农耕施肥之用。三将军曾下令要求每个成人缴粪500公斤，小学生200公斤，但一般人每年粪便量人均140多公斤，这远远超出人均每年排便量。据消息人士称，未达标者可能必须当众接受批斗，甚至送进劳改营。所以，北韩黑市商人借此机会将罐装的粪便出售给未达到上缴粪便数量的人，甚至有人害怕惩罚，沦落到被迫偷窃邻居粪便、争抢公共厕所粪便的地步。甚至经常还有关于北韩的新闻报道称，有人为争抢粪便打得头破血流，以求在期限到来之前凑足额度。在农村里上学的学生也都有上交大粪的任务量，为了完成任务，这些学生也会经常去偷别人家的粪便。农村里的学生要做的体力劳动最多，除了农活以外，他们还经常会被派去村庄附近的铁路上去帮忙修理破烂的铁轨，比如找来木头作为铁轨的枕木。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苦难行军开始后，北韩的免费教育基本崩溃，没有粮食，大家都是饿着肚子上学。经常是上着课，就有孩子就趴在桌子上，由于饥饿昏死过去。如果哪一天发现平常被饿得很瘦的人突然变胖，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马上就会死，因为他得的是浮肿病。到后来，学生连走路去学校的力气都没有了，老师们也饿着肚子不来上课，整个学校变得空荡荡。这种情况就不要说在农村了，就连在平壤也是很常见的。在那段时期，负责过招生工作的北韩官员表示，超过一半的农村学生来体检时连内裤都不穿。父母饿死的儿童大批成为街头流浪的花燕子，哪里有吃的就去哪里。生活困难家庭的孩子大多没有上学，而是跑到市场做生意。那些生活拮据的父母会逃避孩子的教育，他们会说，你做不了大事，就没必要上学，只要学会读书和数钱就行了。苦难行军后，学生入学率下降，特别是农村地区，入学率只有不到30%。北韩当局直到21世纪初才开始关注入学率低的情况，甚至为不上学的学生惩罚家长。然而，对于因粮食问题导致饥饿而辍学的学生，北韩当局却无能为力。自20世纪90年代苦难行军开始之后，北韩的文盲开始急剧增多。老师和学生必须放弃学业，因为首先要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孩子在学校
并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反而要求他们付出更多，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一名来自平安北道的脱北者曾称，无论北韩当局如何推行义务教育，平均每个班级40名学生，到校人数也只有10人左右。在所谓免费教育制度下，学生即使不上学，到时候也会升上更高的年级，拿到毕业证，所以没必要特意去上学。曾生活在咸镜北道的脱北者透露，当地的观念就是只要知道商品的价格就行，即使不上学也一样。这种氛围导致北韩除平壤等部分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文盲率上升，儿童学习水准下降。在韩国，许多委托北青少年开设的私立学校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不识字的孩子。北韩的教育制度与其他国家一样，也有一项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选拔人才。虽然北韩号称实行的是人人平等的免费教育，但在平壤的孩子与出生在农村的孩子实际接受的教育却有着天壤之别。在北韩，最顶尖的大学要数金日成综合大学了。在平壤的特权阶级的后代们可以在精心的安排下进入平壤最顶尖的一些大学。那么，如果你生在平壤以外的地方，你天资聪慧，并且成绩还不错，你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金日成综合大学吗？换句话来说，就是你能通过自己后天的努力来实现阶级跃迁吗？那么，这就要说说北韩的高考选拔制度了。在完成小学5年、初高中6年的11年义务教育后，在北韩的男学生只有2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参军10年，一个是上完大学后再参军。因为北韩自金正日时代以来实行的是先军政治，一切都以军事安全为主。在北韩，考大学的机会只有一次，并没有复读的机会。没考上大学的男性，只要身高超过1.6米且没有残疾，都必须要应征入伍。女学生则选择更多，有4条路：一是上大学，2是参加工作，3是参军，4是结婚成家。所以在早期，很多没有考上大学的女学生因为不想参军，都会找个男人先嫁了。很多人甚至高中毕业没2年就结婚了。朝鲜的大学选拔考试与人们印象中的韩国还有中国的高考完全不同。在北韩，学生如果要参加高考，首先要先进行一个预备考试，这是用来筛选哪些人具有参加高考的资格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参加高考。然后就是各个大学会给各个高中下招生的指标，拿到指标的人可以说是半个身子已经踏进了那所大学。因为预备考试选拔的学生本身学习也不差，所以很少有人拿到指标后还考不上的。那么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指标是如何分配给各个高中的呢？首先，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会直接分给平壤的高中，所以说能住在平壤的都是北韩的人上人，还有一些会分给万景台的烈士子女学校。然后剩下的少数名额会被层层下发到每个道的第一高中，也就是重点高中。再就是分给每个市郡的第一高中，在剩下的名额就分给地方上的普通高中。基本上从上到下分完后，到地方农村的高中，指标名额就极其稀少。有的高中甚至100-200个学生就分下来4-5个名额，而且越底层的高中越不可能分到平壤的大学指标，只能分到一些地方城市上的大学，比如像青金的青金矿业大学或咸兴的化学工业大学等。而学生只能选择考或者不考，并没有权利要求换学校，因为这一切都是被分配好的。所以在这套制度下，上一个好的高中非常重要。朝鲜官宦人家的子弟或者有钱人家的子女，在上高中的时候，就会想办法把自己家的孩子运作到指标多的学校里。他们也会用权或者用钱来减少自己孩子平时在学校劳动的时间。在其他穷人家的孩子在劳动时，给自己的孩子请补习老师提高成绩，这样就能增加上好大学的几率。所以朝鲜家庭的实力与孩子的成绩一般成正比，除非你真的是个天才，每天干着学校给你的繁重苦力活，还能保持成绩优异。在北韩的预备考试制度下，
高中的校长和老师其实掌握着学生们的成败，因为预备考试是在学校里考的，卷子也由各个学校的老师自己批，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指标到底会给谁，完全是看校长和老师。可想而知，朝鲜的高中校长和老师在其中的腐败是很严重的，这种制度下也不可能把希望寄托于校方，期望什么公平公正，因为人性是最经不起考验的，有权有钱的人当然是占据上风。就算你成绩优异，并且最后通过努力搞定了校长，普通人想上大学还需要过很重要的一关，那就是调查成分。越是重点大学的重点专业着重看成分，因为将军也不想让一个与自己有血海深仇的涉日狂人步步高升到自己身边，成为一颗定时炸弹，也不可能让这样的人去研究核弹。北韩的成分调查从最早期的调查到一个人的8寸亲属，后来慢慢变成了调查到6寸。朝鲜半岛的寸数法是衡量亲属关系远近的一个方法，8寸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9族，民间也叫5服内。在早期生孩子比较多的时候，正常一个人的9族能算出数千人，而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里边，如果有一个大鳄或者有反动的，那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成分调查是一个工作量惊人的工作，也不知道金太阳们到底做了多少亏心事才这么害怕。在北韩，还有一些学生是因为家庭条件太差而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因为家里实在是负担不起。所以穷苦人家的孩子即使是聪慧过人，但是没钱也不行，很多人就是因为穷而放弃上大学去服兵役的。虽然表面上在北韩宣传的所谓免费教育制度下，上大学是不花钱的，但是实际上学生们要负担的非常多。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实际情况是，在贯彻党的教育政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包括电脑、电视、远距教育所需的各种电子设备以及电线、台灯等，都是学生自费购买的。除此之外，学生们还要承担实验设备和院系要求的购买费用等额外费用。党强调让学生专心学业，不受经济负担，是培养未来人才的关键，但实际上他并没有提供任何担保。大学里也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风气，大学生们需要给教授送钱，以此来确保自己能顺利度过大学的各项考核。如果你家里穷送不起，那么对不起，教授会让你毕不了业。这些教授的薪水其实也不高，所以他们需要通过学生的贿赂来获得收入，不然就得出去教私人课程来赚钱。金正恩曾下令调查大学内的腐败和学生们负担过重的情况，但是教授们暗中劝告学生们最好是敷衍的应对调查，太热情只会制造麻烦，引发问题。目的是让学生们不要配合调查。这样一来，大学里的腐败情况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当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学生们还是会对教授们行贿来提高成绩，家里不富裕的学生则会用自行车在周边的区运送物品或人员，以此赚钱并交给教授。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学生们在军队复员前还有一次机会参加考试，这时候上大学的就都是一些穷苦人家的孩子了。也有人在参军后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大学梦，在复员前拿到了大学指标。这些人上大学的时候都有27、8了，到了大学就会欺负那些只会学习的老实孩子，榨取点生活费，也算是军队生活习惯的一种延续。不过一般会欺负人的人也不是什么太聪明的人，因为他们欺负的都是未来的人脉与党的干部们。另外，上了大学后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大学里的3门课：金日成革命史、金正日革命史、金正书革命史。不管你上哪所大学，如果这3门课不及格，都会被退学。比起需要养兔子、上交粮食，甚至是为了完成上交大粪指标，还要进行一场械斗来争抢粪便的北韩普通人家的孩子，在平壤有一群孩子从出生起就含着金钥匙，那就是平壤的特权阶级。如今北韩教育已完全转变为以特权阶级为中心的教育体系，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在教育领域最为明显。特别是在以平壤为中心的各岛、市、郡、
教育利益被朝鲜劳动党干部以及余党勾结、发了大财的全市机关干部和暴发户所垄断。根据脱北高层人士的描述，平壤等地区的教育垄断比其他地方更严重，尤其是在平壤市中心区域，这里居住着北韩的权力核心、党的中央干部和暴发户，也就是平壤的红色资本家。他们从日托中心到幼儿园、国中、高中都接受最精英的课程，为孩子将来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平壤外国语大学和平壤医科大学等顶尖大学铺好了道路。特别是他们为了考上金城第一高中而拼命努力，也为从那里毕业后就能考入平壤最好的大学金日成综合大学和外国语大学。金城第一高中是全平壤最好的中学，如果从这所学校毕业，那么基本上稳稳地进入一流大学。因此，高层干部和特权阶层会用金钱和贿赂让自己的孩子进入这些学校，但普通的平壤居民，那些工农子弟想考上这所学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平壤特权阶级的孩子们的日常生活非常丰富，接受的是北韩最精英的教育。上午会学习普通中学教育课程，下午会去一个叫平壤学生少年宫的地方，在那里接受专业教师的艺术和体育教育，这几乎就像是个人指导。这里 IT 设施齐全，还有数学、科学、英语、美术、音乐等资优教育设施。平壤学生少年宫是一所精英教育机构，容量有限，因此只有平壤少数特权家庭的孩子才能进入，让许多普通学生羡慕不已。除了金城第一高中，平壤还有金城第二高中。第二高中位于万景台区，其教育体系和设施与金城第一高中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劳动党等权力团体的子女都涌向第一高中，而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授等教育工作者的子女则涌向万景台第二高中。金正日时期，劳动党垄断了教育利益，所以只有特权阶级的孩子才能进入一中或二中。不管你是生在平壤还是某个偏远的山区农村，始终贯穿于北韩学生们学习生涯的一项教育就是恩情教育。北韩的恩情教育是从幼儿园就开始的，出生在北韩的小孩在幼儿园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要求背诵大太阳、二太阳和大月亮金正书的生日。能背诵出两位太阳的生日的小孩会被表扬并得到小零食和小礼物。其实在他们还没进入幼儿园之前，他们的父母就是先给自己的孩子装在了出场设置，比如见到两位太阳的相片要弯腰鞠躬，吃饭前要说一些感谢太阳恩赐的话。因为这些父母可不想自己的孩子上学以后发生不尊敬太阳的事情，或者闹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幼儿园的时候会教孩子们祖国有多美好，一直强调祖国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而大家能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多亏了两位太阳。等到了上小学的时候，懵懵懂懂的北韩小孩就要开始学习两个太阳的故事了。这里的大太阳指的是金日成，二太阳指的是金正日。而在民间，一般大太阳简称为大元帅，二太阳简称为将军，而如今的三太阳金正恩就称作元帅。战争时期的苦难，白头山血统的高贵，领袖少年时过安检门都能引起机器滋哇叫的钢铁般意志，都在这些潜移默化的小故事里，让朝鲜小学生从小就树立起了正确的恩情观。在北韩小学的语文课本里，充斥着神话金家两位太阳的故事。在小学课文《金正日认错》中，描述了金日成是如何用一颗石头打向美国卫星的。说着，金爷爷弯下腰，从花池里捡出一颗石子，然后看着天空说：“该死的美国佬！”说着，他把石子奋力向上一掷，很快就见空中一颗卫星突然爆发出耀眼的强光，然后就坠落下来。这是美国的间谍卫星，他们一直在平壤上空盘旋，侵犯我们的主权，我已经忍了很久了。金爷爷愤愤地说：“小朋友们都鼓起掌来，为祖国有这样的领导人感到自豪。”还有一篇叫做《金爷爷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一文中谈到了台海问题。
金正日爷爷最后说，我的工作还很紧张，全世界都需要我，也需要你们。美帝国主义在台湾的走狗陈水扁正在积极策划侵略中国，中国人民是我们的友好邻邦。当年美国入侵中国时，我们朝鲜人民曾经给予他们无私帮助，中国人民现在还是感恩的。现在朝鲜人民又担负起了保卫中国人民安全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打败美帝国主义在台湾的走狗，把一个完整的台湾交还给中国人民。你们有信心吗？少先队员们都满怀信心地答道，有主体思想就有信心。还有课文，伟大领袖金日成将军举起了枪中，描述了金日成是如何用手枪打向美国人飞机的。当然，相对于用石子打向美国卫星来说，用手枪打向美国飞机就显得难度并不是很大了。在北韩的小学、幼儿园运动会上，除了一些常规的项目外，还有一个非常特色的项目——打美国鬼。在这个项目中，会让小朋友们拿着一个和自己身高差不多的木头枪，在对面竖起一个极其夸张的大鼻子形象的美国冰铁板，小孩冲过去一枪打倒铁板再跑回来。北韩的孩子们从小不仅有恩情的沐浴，还要去恨一个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的人。还有一些平时的展览上，一边展示美国兵的残忍，一边展示美国兵的愚蠢。而等到了中学，朝鲜学生们就不再学这些神话太阳的故事了，而是敬爱的首领金日成大元帅的革命历史，伟大的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的革命历史，还有抗日的女性英雄金正淑母亲的革命历史。这将伴随他们6年的中学生涯，在北韩的高考中也是必考的。学校每个教室都有大太阳和二太阳的像，大扫除的时候还要仔细打扫，上面不能有一点灰尘，还有不定时检查。在规则比较严酷的时候，不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在走廊中厅还有巨幅的大元帅油画。油画里慈父的笑必须是灿烂的，在走廊嬉戏打闹时，到画前必须放慢脚步。有一些中学有为国参加任务牺牲的典型，就会在学校门口放个板子展览，从中学开始就会鼓励学生们以身殉国。到了中学4年级入了共青团，就会开始在左胸上带太阳的像出门，这个是国家发的，不带是违规行为。一旦在路上发现你没带，就会被各种乱七八糟的单位拦住一通教育。在北韩流行一句话，穷学生上市场，富学生上私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北韩失去了背后最大金主的经济支援。在1994年大太阳金日成去世后，北韩的经济彻底的崩溃了，进入了二太阳金正日统治下的苦难行军时期。其他的一切，包括军事、文化、教育等，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苦难行军刚开始的时候，最先饿死且饿死最多的就是学校里的老师，因为在以往的时候，老师们都是衣食无忧的一个群体，他们靠着国家给的稳定配给和从学生那里收取隐性费用就可以过得很好。但是当饥饿的灾难降临后，国家的配给发不出来，学生们一个个也因为饥饿不来上学，老师们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也不能去市场做生意，于是就坐以待毙。慢慢的，学校里的好多老师都饿死了，北韩的所谓免费教育也就完全陷入了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富裕和有权势家庭的孩子也开始频繁辍学，但原因与穷人家的孩子大不相同。这些家长大多对于学校教育缺乏实用性感到不满，以及对教育多元化的追求。由于国家没有对旧的教育设施进行投资，而且缺乏教育材料，所以根本没有提供真正的教育。北韩自1985年起，在高中数学教科书中单独设立电子计算机章节，进行电脑普及教育。但是学校里没有电脑，学生们只能靠想象来学习。上音乐课时，学生连一件乐器都不能碰；上体育课时，一个足球都没有。仅靠薪资无法维持生计的教师，根本不关心学生的教育，老师们反而出去开办私人教育赚钱。正因如此，北韩才开始出现了私立教育。
最开始，大部分让孩子接受私立教育的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走艺术发展路线的。有很多家长挤破脑袋的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上台表演，成为歌颂金太阳的老艺术家。虽然在外界看来，这些都是被洗脑严重的无辜孩子，很多人都会同情他们，殊不知他们的家长其实为自己的孩子能有这样的表演机会付出了很多。当自己的孩子终于能上台表演时，他们不知道有多高兴。还有不少平壤的家长是为了给孩子提高成绩，也为要与其他人竞争上大学的名额，所以成绩一定要好才能获得进入好大学的机会。北韩私立教育热潮在普通人中兴起的决定性原因是 DVD 播放机的广泛普及。由于北韩当局透过封锁电视频道，阻断外界新闻的流入，居民开始购买可以播放外界电影和音乐的 DVD 播放机，作为家庭必备品。购买 DVD 的家庭将北韩当局合法制作的教育文化广播和第一中学，也就是优等生学校的讲课内容复制到 CD 上，用于子女的教育。就 DVD 而言，他们比学校教育更有效，因为他们是从著名的讲座中剪辑出来的，可以重复观看。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们越来越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因为在学校根本就学不到太多有用的东西，很多都是没用的恩情教育，教授3个太阳的光辉历史。而且虽然是免费教育，但存在许多隐性收费，家长给学校的各种钱加起来比上个私立教育还贵不说，还学不到东西。而且由于实行的是免费教育，人人都能上，所以到了特定的年龄就读对应的年级，也不存在什么不能毕业的情况。所以只要在市场上能赚到钱的人，都会送孩子上私立教育。根据调查，近些年接受过私立教育的脱北者比例越来越高，从2000年以前的3%左右，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0%几。北韩学校教师的数量也一直在减少，而民办教育从业人员的数量却在增加。实际情况是，富人们越来越愿意送孩子去上私学，因为他们只需花比每月付给学校多一点的钱，就可以得到私人辅导。这些私立教育的老师收入也非常可观，特别是随着北韩的艺术院校建立择优录取制度，艺术类民办教育正快速发展。平壤街头日益增多的私家车的车主一经询问，你就会发现，他们大多是透过私塾教育赚取外汇的音乐院校教授、万寿台艺术团等顶级艺术团体的音乐家和舞蹈演员。通常教数学或物理的人每月工资为2万至3万韩元，按黑市汇率约20几万朝币。教音乐或美术的人每月工资为4万至5万韩元，约40几万朝币。当然，进入金日成综合大学、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等北韩顶尖大学时，家庭背景仍是首要考量。但随着经济崩溃和大学举步维艰，很多学校的贿赂录取制度早已确立，通常会优先录取那些向大学宿舍或食堂运送数百吨无烟煤或捐赠食物的家庭的孩子，这就更加剧了北韩的教育不平等。而这些私人教育只有平壤的富人或者有权势的官员家庭才负担得起，对于生在北韩的普通人，特别是在平壤以外的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他们只能在毫无出路的沉重负担的所谓的免费教育中感激将军的恩情，世世代代永远翻不了身。